当当当当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华沙的民宿。先是美丽的厕所，昨天刚来，挺干净的，大家看到吗？非常干净，漂亮吧？漂亮的厕所。然后它整个进来呢都是密码锁，有3道密码锁，这边前面还有1道，反正整个入住程序还是非常的顺利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，它这边好多房间，大概有4、5间，评分也挺高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。我发现华沙的住宿选择非常多，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人住的，我觉得特别好，相当好。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这个没有窗帘，看到吗？它这个白天睡不了觉，而且它这个窗户的话，它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办公楼，所以很高。然后它的位置也非常好，但是它这个窗户太大了，外面就是这个大马路这个大马路离火车站还挺近的，我走过来大概15分钟。现在面前的这条街呢是叫 Novia Sviat 街，英语翻过来大概是叫新世界街。这条街还挺有名的，因为这条街好像是属于这边的一条去华沙皇宫的一条主干道，然后这旁边又有很多这个17世纪的建筑，但是华沙其实在2战的时候已经被全部摧毁了，所以这些都是新建的。但是这条街非常的主要，也是现在很多高档的餐厅啊，也都是在这条街。但这个建筑你看到非常的新，看不出那种很古的味道。发现了一家卖糖果的店，好多糖果，竟然可以试吃，挺不错的，应该就在那边做的，而且这边的价格是1欧元是4个当地币，所以这个是3块多。我刚刚尝的是这个，酸的，非常好吃。它应该是主打天然的材料。这边换钱是我发现最不友善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用卡刷的，是1欧元等于4.2个 zloty， 然后我刚刚换钱是1欧元换了3.154，哇靠！完全是我刚刚太倒霉了。你看这一家就是4.28。大家换钱呢，尽量不要去一条街叫 Nova Sviat， 那边汇率非常不友善。还有就是大家换钱的时候尽量多比较几家。我们来看一下华沙的房价怎么样啊？我大概看了一下，79万，790万，相当于20万欧元，20万欧元，然后就是100多万，都是老房子。你像这个是多少平啊？58平，100多万，都是老房子。其实物价，房价还不错，这个便宜一点，这个是450，45000除以个4，这个才11万欧元，那相当于80-90万。老房子，这个26平哦，这个还算贵，这个算挺贵的。这个集市呢是一个当地人推荐的，叫哈拉考什基，里面看图片还挺漂亮的，进去看一下，是卖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。现代，你现在就是卖酒，巴克什基，很像那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那个，很经典。我发现这边还挺流行日本餐的，我已经看到了3家日本餐厅了。这边又是一家日本餐厅，就是这边是快餐。这边可以吃一下。我后面这个集市呢，刚刚逛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美式的食物，披萨呀，还有印度餐，还有日式餐。因为我想尝一下波兰本地的，没有看到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华沙买票啊，它这边有波兰语、英语、德语，还有这个乌克兰语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这边有可以，这边是它的卡，就是应该是一种城市卡，然后到这边充值，然后给大家看这个普通的票，普通的票就是一般都是这种20分钟，就是3块4，然后20分钟学生啊、老人啊就买这个，很便宜。我看看其他的种类哈，像这个 single fare， 这个这个是75分钟的，这个是比较长一点的，4块4。然后这是中1、中2，这个我还不知道是具体是覆盖哪些范围，但基本上市中心应该都是中1。然后这边是这边就是老人票了，老人票是，反正这边很便宜，换算过去才10几分的欧元。我来看一下，我来买一个这个 time ticket， 一般的3块4的。Pay by paying cash， 这边都可以直接付钱，这个非常方便。大家看，在车站里面，它也有设这种买票的东西，非常方便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站台忘记买，就可以进来。当地人有告诉我一个华沙交通的 APP， 叫 Jake.Jet， 里面有更具体的换乘方案和到站时间。现在呢，去哪一个城市都会去这边的二手市场逛一下。然后我现在来的这家呢是叫 Bazaar Nako 还是 Kano， 然后感觉很萧条的样子，也都全关门了。我在那个图片上看到的还挺辉煌的，看到吗？图片上面东西还挺多的，但是然后剩下的就是卖这种义乌货。都是义乌进来的中国货，没有那种自己家里的一些古董啊那些，我是来看那些的，很少，或者是一些蔬菜啊，这边也太少了，我发现。他奶奶的，刚刚才想到，我现在又到了我的第2家跳蚤市场，看到吗？是叫 Olympia， 然后空空如也。我现在才想到，应该按道理是周末才来，周6周末来，然后今天是周1，看到吗？连排的这么长一排的建筑，等于这么长一排应该都是住宿的地方。它这边小区绿化还都挺好的，这边应该算比较差的地方，但是还是感觉总体不错的，挺舒服的，很舒服的小区。虽然它这个房子的密集度挺高的，但是看这个绿化都很漂亮。这边还有一个兔子的雕塑，挺好玩的，挺不错的，很有生活气息。然后这边应该是停车位的地方，对，应该是私人的放东西的储藏室，看到吗？这边就在小区的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公园。我发现欧洲，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地方绿化做得不好的，绿化都做得非常好。你像华沙，也是和都柏林不相上下，而且比都柏林还干净，很漂亮。就随便小区旁边就有一个小公园，然后这么多湖，这个湖中间还放了一个小亭子给乌龟上岸的。这里的车票是巴士、地铁、小火车都可以联用，也可以用 Visa 卡刷卡，很方便。这家店呢是我的采访对象推荐的一家餐厅，它是卖一些传统的波兰菜。我给大家看了啊，我点的是这个是叫土豆片，然后里面有那个猪肉丝，这个还有一个是这边很有名的是叫 pierogi， 哦，应该是这个还是这个，点了一个这个，哦，这个叫 pierogi， 是点了一个里面是有辣粉的。闻起来非常香，看吗？我记得我上次在华沙波兰转机的时候有吃过，我当时还在想，
为什么要把那个 yogurt 蘸这个饺子，它挺有创意的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以后，其实非常搭。我发现油炸的怎么做都好吃，反正非常香，应该是猪肉。它猪肉有点，它这个味道是有股酸的。波兰人很喜欢吃酸的，我发现。Wojtek, jeszcze nagroda. Wojtek, to jest ten moment, w którym łapiesz pochodnie za biały paseczek, który był kiedyś białym paseczkiem. Tak w połowie, mniej więcej, za tą rączkę. Spróbuj złapać. 我刚突然发现这个人很像中国的一个明星，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？有没有像那个李冰冰？我刚刚一看，哎，怎么冰冰在波兰也拍广告了？这个地方是一个叫 Centra Praski Konece， 一个应该是以前旧工厂然后改造的一个创意园区。我记得我上次回国的时候也有看到很多这种创意园区，就是一些卖一些食物啊，但是感觉，哎，哇，挺漂亮的，感觉就是比较不怎么热闹，挺冷清的。酷还是挺酷的，真的是以前的老烟囱。谁会下国际象棋？大家看，还是挺创新的。而且我发现华沙这个城市，虽然不会一下跳到我非常喜欢的城市的前3或者是前5，但是它是给我印象很深的。这个印象深是深在反差，因为我来之前的话，对华沙和波兰，你知道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点偏见，但是来这边就发现整个完全颠覆我的想象，特别是他们等红绿灯这个，我真的是看了很久。真的是没有人闯红绿灯。最后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华沙大学博物馆花园，很不错的一个歇脚的地方，还有高台可以眺望城市远景。这边呢是一个很酷的花园，是华沙博物馆花园，然后它是这边看到吗？是博物馆。这个公园可以推荐大家来，非常酷，看到吗？这上面可以上到顶上去。这个花园不错，这个顶上可以来看一下，还可以看到那个天际线，那边有那个很有名的那栋大楼，文化大楼，挺漂亮的。华沙这座在历史废墟中重生的城市，或许它没有巴黎的喧嚣，罗马的古典常常被游客忽略，但它却自有一种静默的光辉。正如波兰诗人米沃什所言，在毁灭与希望之间，我们仍歌唱。希望有机会再来挖掘它的故事，也祝大家旅途愉快。